请问爱我中华的第一句是56个什么56枝花？给你两个选项 A 民族 B 星座。大多数人肯定会选 A， 但实际上 B 才是标准答案。这种大规模的记忆错乱现象被人们称作曼德拉效应。类似的情况在生活中还有很多。不信我问你，神似者雕像到底是什么姿势？蒙娜丽莎到底开不开心？米老鼠穿的到底是不是背带裤？即便全都答错，对你来说也无关痛痒，但错乱的记忆却足以令我们的主角万劫不复。他昨天还是一名大学老师，可一觉醒来却成了诺奖得主。他昨天还有老婆孩子，但此时此刻却成了孤家寡人。记忆跟现实完全对不上，就好像有人偷走了他的人生。可问题出在哪里？杰森完全没有头绪，面目全非的人生搞得他手足无措，不知不觉间就来到了常去的那间酒吧。大家还记得上期视频中我们提到的3个细节吗？酒吧的招牌亮着红灯，老板和杰森很熟，好兄弟威廉点了一瓶价值不菲的麦卡伦。当杰森时隔1天再次来到酒吧，似乎一切都不同了。We just did last call, man. Sorry. You know me, right? I don't think so. 他以为只是句玩笑，但老板的表情却让他心里发慌。他故作镇定，提起那瓶存在吧台的麦卡伦，然而老板却说这瓶酒已经几个月没人碰过了。试想一下，一家你每周都要光顾2次的烧烤店，老板居然一本正经地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Matt! Fuck, man, you're freaking me out, okay? It's not funny, just tell me, you know, who I am. 杰森不愿不敢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如果两人真的不认识，就证明他的记忆出了问题，也就意味着他可能没有老婆孩子。可对方呼叫打手的行为却彻底撕碎了杰森心中最后一丝侥幸。难道问题真的出在自己身上吗？这个陌生的世界让他很难不生出这种荒谬的想法。 I think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mind. 当晚，杰森做了一系列检查。临睡前，他努力回忆着多年来夫妻之间的点点滴滴。那些记忆如此真实，怎么可能是幻想呢？就在此时，无名指上的一圈凹陷忽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很明显，那是长期佩戴婚戒留下的，而这也间接证明了脑海中的那些记忆全部都是真的。一夜过后，杰森被告知他的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医生却在脑脊液里发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化合物。听到这儿，杰森顿时眼前一亮，似乎一切都对上了。前天遭到绑架时，他被扎了一针，医生口中的化合物肯定是那时留下的，所以他的记忆没错。问题的根源在于那场绑架，在于那名神秘的绑匪。那么如果你是杰森，下一步又会怎么做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亨利影视解说人生副本第1期第2期。上期视频中我们讲了，绑匪其实就是平行世界的另一个杰森，并且此刻他已经偷走了杰森的人生，而这一点杰森并不清楚。他甚至来不及思考为什么会遭到绑架，因为找到失踪的家人才是当下的重中之重。昨天他回过家，妻子并不在，他也打过电话，但电话那头却是个陌生人。于是他向医生借了台平板，试着在网上搜索妻子，没想到还真被他找到一条线索。根据网站上的地址，杰森来到一处艺术展，登记之后拿到一个信封。注意看接下来这段剧情。 Hi, welcome. Have you selected your card? Do you know where Daniela is, the artist? I just know that she's somewhere back there. Sorry. Your door is going to be number 2. Please seal the remaining cards in the envelope and keep them with you till the end of the exhibition. Yeah. Enjoy. 这段剧情是整部剧的缩影，同时也向观众暗示了接下来的故事走向。杰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寻找丹尼拉。工作人员也给他指明了方向，人就在门后。但这里的门对应的其实是平行时空，而杰森随机选择卡片的行为，也预示着他将在随机的平行时空里尝试找回自己的家人。正如地板上写的那样，顺着没走过的通道走向未打开的门。穿过2号门，杰森终于在人群中发现了妻子，他一把抱住对方，连忙询问儿子的下落。 Where's Charlie? Charlie who? 他不仅不记得儿子，还在介绍杰森的时候称呼他为朋友而不是丈夫。更让杰森难以置信的是，2天前刚见过一面的好兄弟威廉，此刻竟足足胖了几十斤。这一切太疯狂了！望着人群中央从妻子变成朋友的丹尼拉，杰森的眼中只有迷茫。
展出结束，三人来到丹尼拉的住处。杰森讲了一个故事，有个物理老师娶了他的梦中情人，生了一个孩子。但这天晚上他只是出门喝了顿酒，回家路上却发生了意外。等到醒来之后，整个世界都变了。杰森说他就是故事的主人公，但威廉二人显然不信，于是他又将话题引到自己身上。Tonight, your agent said that I had inspired your installation. Yeah? How so? 丹尼拉说1年前你突然找到我，聊了一堆关于保密项目、人生选择还有平行世界的话。本次艺术展的灵感就源于那场交谈，但当时有一句话令他印象特别深刻。 He said, "You'd probably never see me again." 丹尼拉口中的那场交谈，杰森毫无印象，对话也因此陷入了停滞，直到对方再次挑起话题。 When I saw you earlier, the first thing you asked me was, "Where's Charlie?" Who's Charlie? Our son. 杰森将记忆中的版本原本讲了出来。在他的认知里，丹尼拉是他的妻子，两人还有一个15岁的儿子。好兄弟威廉是一名科学家，并且刚刚斩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杰森说的都是实话，但在场的两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威廉跟主人打了声招呼，头也不回的转身就走。丹尼拉虽然没说什么，但他的眼神却意味深长。当晚无处可去的杰森留宿在好友家里，他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但每当这个时候，无名指上婚戒的痕迹总会让他重新变得坚定，因为品尝过失去的他根本输不起。第二天一早，杰森的现任女友阿曼达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Jason, are you okay? I'm about to walk into a mental health hospital. I wish you'd let me help you. I think I need to see someone that doesn't know me. 这2天，公司的人一直在四处寻找杰森，所以在问清地址后，阿曼达在第一时间就赶了过去。而杰森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能如此顺利的调虎离山。他琢磨了整整1夜，想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自己身上入手。而书房里的笔记或许就藏着他想要的答案。杰森猜的一点没错，这些笔记不仅解开了他的困惑，甚至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笔记上记载着一项发明，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杰森，也就是1号，创造了一个能够穿越到平行时空的盒子。那么假设杰森来自平行时空，记忆跟现实对不上的问题就得到了完美的解释。至于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这件事就更好解释了。 What if the person that abducted me is me? How could he be you? Not exactly me. A version of me. All right, imagine. He and I are the same person all those years ago, right up until the moment that you got pregnant. Then we split up into our own separate universes. We split because I chose to be with you, and he chose to pursue work, which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box. 杰森的分析有理有据，最主要的是他的分析对象不仅是自己，而且他的科研方向本就是量子力学，所以就连站在旁观者角度的丹尼拉都无法反驳这个惊人的观点。杰森想要回家，找到1号是最有效的办法，但对方很可能不在这个世界，那么找他就不如去找那个能够穿越时空的盒子，因为盒子的线索很明确，大概率就是1号口中提到的保密项目。但就在两人商量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公司的安保已经通过蛛丝马迹追了过来。 Listen, please, don't. I'll go with you. Sh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Drop the phone. What did I say? Danielle, to do exactly what she says. No. 人生副本第1期、第2期的故事就到这里。经历了一番周折，杰森总算找到了部分真相，但他也只是发现了平行世界的秘密，遭到绑架的原因依旧迷雾重重。而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平行世界的丹尼拉意外受到牵连，被公司派来的安保当场击毙。对方为什么下手如此狠毒？抓住杰森之后，究竟要对他做什么？杰森又能否通过盒子找到回家的路？关注亨利，下期内容更加精彩。